你身边的人看待你做这件事情，可能你1个月、2个月没有任何结果，他们也会说笑，也会嘲笑你。好几个月之后、几年之后也是没有结果，他们照样会嘲笑你。可是他们在衡量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是用短期的时间、短暂的眼光去衡量这件事情，可能用月，可能用日去衡量，而你是用年去衡量。所以你不要在乎他人在看重你是做什么的，你只要追求自己内心真正知道你要做什么的事情，并且你用长远的眼光，用年的时间去衡量这件事情，那看起来我有很多兴趣，但不知道该专注在哪一个上，应该怎么办？如果你是有很多个很感兴趣的事情，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去做，去行动。因为我们可能往往思想太多，一直在想每件事情到底哪个好坏，哪个有好处，哪个有坏处，到底值不值得我花时间去做。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去做完，你去体验过，你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感兴趣。因为我相信每个人生命中都有很多事情我们曾经去做过一段时间，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这件事情并不是太合适我们，只是3分钟热度，但这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是没用了。因为毕竟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才能真正亲身体验到它的好处与坏处。就拿我自己来说，我以前是打篮球的，我是在美国的美高，我一直在篮球队里面打。可是打了很多年之后，我从小学开始我就一直对篮球有一份热爱。可是到了高中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身材还有身形，打篮球好像对我未来来说我看不到什么希望，只是说纯属的热爱。我也开始打羽毛球，开始学羽毛球。可是我后来发现，我个人的天赋可能在羽毛球里面会发挥得更加好，并且我会更热爱这项运动。有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当你在做某些运动的时候，你发现你会更厉害，反而你会更加热情去做。人人都愿意去做他厉害的东西，就好比有的人他可能数学天分非常好，他可能天生就是爱做数学题，也有的人天生就是爱打游戏。所以在这里我真的非常希望以后我们所看到的社会都是每个人都有专项的技能。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想真正在以后你说做成大事或者赚到钱，专注做好一件事，你一定要找到自己热爱的，并且你知道你是做得好的。因为你要想象一下，LeBron James 去打篮球，他的 ROI return 可能是好几百万、几个亿的身价，而我去打篮球可能就 negative 多少多少，因为我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回报并不是正比的。所以你真的迷茫不知道去干哪件事情，并且你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最简单的就是每样都去试一下，去肤浅的去体验一下。每天都有新想法冒出来，但都坚持不下去，是不是我不适合做生意？我们每天都会有新的想法，可是请你相信我朋友，你的想法有可能有的时候行，有的时候不行，但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看你去不去做，适不适合做生意呢？有的人可能天生对做生意这方面他是更加的热情，更加的感兴趣。很多人往往觉得因为我就身为一个打工的人，我就不配去做生意。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人人都可以去尝试。有的人做生意真的，我跟你说，天生喜欢做生意的人，哪怕他做生意收入少，他赚的不多，生意不大，也是他自己的生意，他也宁可做那样东西，也不为人打工。这就是我所称的 purebred entrepreneur。 因为如果你自己想象一下，我每次也会对自己这样子说，如果你愿意为对方、为别人造就别人的梦想去花多长时间，那倒不如自己委屈一点来造就自己的梦想。因为当你在真正造就自己的梦想，你是有热情去做的。就好比我当时读 Elon Musk 他这本书的时候，他哪怕是跟他的兄弟一起，还有他的工作人一起住在一个很狭小的 studio 里面，就一个办公室，他连房子都不愿意租，因为他对着那份热情，他愿意把所有精力、时间、金钱都投入进去他的事业。之所以他很专注做好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如果你想做成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深造它。短期之内你看不到结果，因为你可能看到结果也要10年、20年、10几年之后。可是如果你是愿意做这件事情的，你是会花时间去打造一样你自己专项的技能。在这整个过程，可能身边都会有人怀疑你、质疑你，因为你要想象一下，你身边的人看待你做这件事情，可能你1个月、2个月没有任何结果，他们也会说笑，也会嘲笑你。好几个月之后、几年之后也是没有结果，他们照样会嘲笑你。可是他们在衡量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是用短期的时间、短暂的眼光去衡量这件事情，可能用月，可能用日去衡量，而你是用年去衡量。所以你不要在乎他人在看重你是做什么的，
你只要追求自己内心真正知道你要做什么的事情，并且你用长远的眼光，用年的时间去衡量这件事情，那看起来这件事情并不是太困难，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有想法，你就切实的去做，哪怕这个想法听起来很 insane 很 crazy。当初就好比 Elon Musk 说去火星，人人都觉得他是个疯子，可是没人知道他是用年去衡量他所做的东西。所以现在过了10几年之后，你才看到他开始可以回收火箭啊，发射火箭，做到第一个私人公司，可以取代整个美国的 NASA 各种大行业。所以他能成为世界首富，真的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坚持下来，还有这一份热爱。工作了很久，却感觉没有任何进步，我该怎么调整自己？有的时候工作久并不代表是有好处，因为你要适当的学会让自己放松，让自己跳脱这个圈子。你要学会如何适当的去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时间，去调整，去重新看待你正在做的这份工作。如果你说你每一天都是进去工作，没有任何情绪波澜，也没有任何思想，也看不到任何未来的，那我觉得你进去工作是可能就毫无意义。有的时候说是为了生存，可是在你生存可以的情况底下，是人都要有目标，都要有去追求。因为当你建立好你的目标，你去追求了之后，你每天起床都会有动力，你每天都会对着这个方向去做。哪怕你现在没有观众，也不要因为没有掌声而去继续做你自己。很多情况下，工作并不是说你只睡多少个小时，我工作多少个小时，而是说取决于你的质量。有的人可能每天只睡7、8个小时，然后工作也只工作8个小时，可能工作量会比工作12个小时的人更好。因为并不是说你睡了多少，你工作的时间多长，而是取决于你在工作的那段时间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工作的量还有你的质量到底有多好。你感觉所做的一切都不知道在干什么，因为这世界上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你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们人人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只需要一直做，并且目标性的去做某样东西。就好比你工作，你可能不一定是为了在这个工作上升职加薪，你有可能是工作为了从这得到金钱，得到资源去投资别的项目，这也是一种方法。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给自己休息一段期间，重新去定义这整段工作的过程，还有你为什么要去工作，找到你自己的目标，你去做。相信我，你每天起床绝对动力满满。如何在没时间没精力的情况下还能继续提升自己？在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的情况底下，想做到提升自己，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减法。我们一生中都在做加减乘除，我们都会做加法，加更多量的东西去做，就是量变产生质变。就好比你每天练习篮球也好，当你投篮投得多了之后，你的质量就会自然提升，你的命中率也会自然提高。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没时间没精力，那我会建议你做减法。就好比如果你每天下班回家要照顾孩子，做家务煮饭什么的，那你可以从中减少一些步骤，就好比把做饭的步骤减掉，每天去买外面的菜。那虽然说是可以省下时间，但是如果你是从健康的角度来想，它并不是最好的选择。那可是有的时候，如果你为了达成某个目标，你确实要有舍才有得，这就是非常简单的牺牲的道理。就好比现在大多数企业，大家都可以看到整个就业环境并不是太好，那他们如果并不能做到更好的回报，收入也不能提高，那他们只能从输出里面减少，就只能裁员。所以也就大家看到很多人被裁掉的原因，就是因为公司也会觉得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培养新人，用最少的资源来获得最高的回报。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这些情况，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当今时代太多社交媒体都在影响着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根本没办法把注意力专注力集中在某一样事情，并且把它做好，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多时间被清掉。如果你但凡能定下心来，就好比你每天花个10分钟读书也好，去学习也好，深造自己的技能也好，也会比你自己去每天刷社交媒体，每天跟一些没有必要的朋友去社交。因为如果你真正想做一件事情，你真的要做很多减法，你要排除掉很多玩的机会、体验的机会，去做牺牲，而达到你自己的目标。别人比我成功是不是因为他们更有天赋，努力真的有用吗？这世界上成功的人有很多，但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成功这样事情。很多事情有的人比我做得好的好多倍，就好比做视频也好，做各种事情也好，我自己也不会剪辑，我自己也不会做很多图片thumbnail啊，或者加特效这些。
可是每一步都是学，你做的并不是跟别人比较，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永远都是在跟自己在竞赛，你跟别人比较，你永远不会满足得了。但每一行事情都会有个行业领头羊，我们做的并不是比领头羊更厉害，我们只需要模仿领头羊，并且学习，或许有一天我们会超越他。所以很多时候你不要说，因为我这件事情短期之内看不到结果，别人做了这么多事情，他们这么成功，是为什么呢？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人家做的东西可能只给你看了一部分，你只看到他表面上的东西。就像我们说的，台上5分钟，台下10年功。有的人上台表演可能只是5分钟，你可能只能看到他表演的那5分钟，可是你并没有看到他前面经历了多少，花了多长时间去演练、去学习、去深造这样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你不要迫切于觉得成功是因为别人比你好，那当然天赋也取决于一部分的，还有运气也是。就像我刚说的一样，LeBron James 他本身就有非常好的天赋身体，所以他干这样的东西是他有优势。也像我之前跟你说到的，你一定要找到自身的优势，并且去做，并且去热爱这件事情。因为当你去做自己热爱的，并且自身有优势的事情，你反而你的 ROI 你的回报率会更高。就像 LeBron James 打篮球几个亿的身价，我打篮球 negative 的身价，所以并不是说我不热爱篮球我不去干，只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的回报率并不是最高的。如果从个理性的角度来说，篮球顶多是我热爱，平时跟朋友交流的时候去打一打，去玩一玩，并不能说我把这个当饭碗。虽然说现在互联网时代是允许我把这个当成饭碗，但是可能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更厉害的是做 marketing 营销，或者做房产，或者做各种学习上面教学的东西，做 coaching 做教学。那我自己是找到了我自身的优势，那我就去强化这项技能，并且把它做到最好，说不定这就是我自身的天赋。我相信你也会有天赋，坚持也是一份天赋，所以并不要说因为你没有别人努力，你就觉得做得不好。所以很简单，做自己，找到自己厉害的东西，并且把它深造做好，你一定会成功的。